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装之美，谓之华。服饰和礼仪历来是一个民族最外在的文化承载。汉服不是停留在明代王朝的旧衣，而是沿袭传统的时代正装。了不起的匠人来看致力于将汉服变为当代礼服的匠人钟毅。我认为汉服其实它跟韩服、和服或者是欧洲西方的西服一样的，它们主要是一种民族服饰。民族服饰它和我们的时装是不同的，我们的时装可以因为设计师或者是个人的一些忽然的想法觉得好看就把它改，但民族服饰的话，它最主要的用途就是文化礼仪这方面的作用。汉服等于明代服饰为主，然后等于今天的礼服正装，这个就是我所认识到的什么是汉服。香港仔钟毅意识到汉服一词的意义是在中学的历史课本上。清人入关，剃发易服，汉族一直沿袭数千年的服饰传统就此断裂。跟圈中不少热血青年一样，他曾经试图以身体力行感染周围人，让汉服回归现代生活。每天穿着汉服的日子，他坚持了整整1年。大学的时候，第一次去我女朋友家拜访她的父母双亲的时候，就是穿着那时候我自己做的一件交领的衣服。不过幸好我女朋友，就我现在的太太，当时她的父母也很包容，也没有马上把我赶出家门。我家人当时没说什么，但是后来才跟我说，他说你带回来的那个男朋友好像有点奇怪啊，怎么穿的这个样子？他是干什么的？有一次我跟他去看电影，然后看完电影之后呢，我们要去吃寿司，然后我们就穿着汉服嘛，然后他就很怕，就把汉服跟和服混淆了，他就特地写了一张纸条说，这不是和服，是汉服。当发现这样的坚持并不能达到初衷，钟毅开始回头反思，汉服在现代生活里到底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一开始是希望能够尽量的通过一些活动啊，反正就是让他们先知道这个东西。但是后来会发现这个不对的，一个很平常的日子，然后一群人穿着一堆衣服，然后就走过去举着一个旗子。那我相信这个信息传达是肯定会带来一些误解和误会的，那它的价值也是体现不出来。汉服其实字面的意思理解，现在很多人一听到第一个反应可能就是汉朝的服饰，但其实并不是的。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不同的朝代啊，不同的时期啊，那到底什么时代的服饰才能够代表我们所说的汉服呢？其实汉族的民族服饰在历史上，它是一直不断的从很远古，就是我们祖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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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先，可能是原始人的时候就开始一直在发展，然后一直持续的发展到了明代。我们的民族服饰在历史上就是发展到这个时间点上，然后出现了问题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把它得承接下去。现在我们在做的就是这一方面的工作。研究和复原文物是博物馆的工作，钟毅想做的是把汉服用到生活里，但忠于历史是必须的前提。他的明华堂
在长期争议的汉服圈内，是公认最为严谨的。我当时每天都穿着自己做的一件类似汉服的衣服的时候，我对汉服具是什么样子还是很模糊的。我就开始集中去找一些明代、清代时候的关于染织、织布、纺织方面的书籍。这件图片它的重点其实是展示衣料，但是它无形中它是一件保留非常完好的明代的服饰。是我之前只有一个很笼统的概念，当我看到了那些书之后，我就发现原来就是这个样子。慢慢也搞清楚了到底什么样的才是汉服，自己的想法也把它理序的比较清晰之后，我就开始觉得我可以把它作为一種職業。上一次嗰個布料嘅密度就啱啦，但係嗰條位線太過鬆啊，咁會唔會好容易會崩裂咯？你一用力佢就會崩裂㗎啦。但係效果點啊？做咗出嚟效果 OK， 但係可惜佢會崩裂，你個布料冇用㗎啦。中艺正在与合作伙伴汉森商议一款棘手的面料。他们每年的新品发布，因为这款云锦实地沙龙袍料而推迟了。去年2月到今年2月，已经经历了6次大版失败，但中艺并不打算妥协。最开始的时候，就是自己去尝试着做一下汉服的时候，那就去布料市场上面就找一些布料，很笼统的看，我觉得这个颜色挺好的，然后我就会把它买过来，然后就把它做成了。后来就发现这样子是不行的，这样子做出来的汉服，它只有一个形，它可能没有一个神，然后就很自然就会想到，我希望能够自己去控制布料这一部分。它的是否是挺阔的，还是柔软的？它是不是要比较疏的、比较密的？然后最大程度上是不是跟我看到和接触到的那些文物、织物是一样的？係何生你好，我係阿鐘生啊。係，我想問下你上次咧就已經打咗7次版嗰款布料咧，而家你交咗俾研發之後，有冇覆你個時間？大概幾時可以俾到第8個版俾我睇？被业内人嘲笑布料复杂又不实用，被工厂嫌弃数量不够，设计图到实物的实现步履维艰。汉服在现代出现的最重要也最容易被人接受的场合就是婚礼。按照明代习俗，平民迎娶妻子被称为小登科，可以穿9品官服。这套凤鸾云间通袖圆领袍就是从官服演变而来，图案则是中艺专门绘制的新样。看到了有一副宋代的刻丝，然后我看到了那个凤的翅膀，那个羽毛都是打开的，哇！我说好漂亮哦，然后就一下子就想到，像衣服上面那个云间跟那个凤的翅膀好像啊，我就想，得想办法把这个凤把它给设计到这个衣料，我觉得效果一定非常的棒。那套好像是13年的时候设计嘛，那刚好13年我怀了宝宝。有宝宝了，然后就把婚礼延期了嘛。我们好像是14年才开始推出头饰，那婚礼你不可能没有头饰嘛，然后就一件一件的凑齐吧，凑到现在还没齐。不同于西方服装的贴身立体，追求个性彰显，汉服的平面裁剪才能与东方的含蓄美学一脉相承，将身材隐于宽袍大袖之中，有大气威严之姿，更能自在而行。它都是大大的直线，然后一些比较急的弧度，比如说制作西服的话，这个地方有一点瑕疵啊，那裁缝都可以
把它可以避开，稍稍的调整一下。但是汉服它是平裁的，它就不允许上面有太多这样子的问题了，因为根本没有办法避开。刚开始看到汉服是比较奇怪的那个东西，感觉到什么都跟现在的都不一样。后来呢，我们慢慢合作了以后呢，原来过去的衣服是这样的。在加入钟义的工作室之前，薛师傅已经是有着多年经验的老裁缝了。如今他和妻子同在工作室工作，把孩子也带在身边，一起合作数年，钟义和他们已经有了足够的默契。前面4条筋面，后面4条筋面，总共8条筋面，把它压进去，来来回回大概走到24道线。比如汉服的一些大的款式，圆领，然后交领，然后束领，然后这些款式其中的一些细节，我们认为都属于是核心，因为你没有了这些特点，它就不是汉服了。然后一个更大层、一个更基础的核心，我就觉得是平面的裁剪。至于在2样东西之外的，比如说诸如衣服的袖长、袖宽。衣服想做紧一些、宽一些、领子高一些、低一些，我个人觉得都是可以根据今天顾客的实际需要去定做的，因为只有这样子，这件衣服才是这个人他想要的，它才是活生生的衣服，而不是一件文物，活在过去。作为汉服爱好者圈子里最神秘的明华堂堂主，钟义最感欣慰的时刻，就是他做的汉服被穿得很美，出现在最得体的场合。有一年我去山东博物馆去看一个展的时候，我就遇到了一位顾客，我一眼就认出来了他穿的衣服就是我们制作的，我记得很清楚，它是一件桃红的葡萄纹的交领短袄，搭配的是一条绯红的五股风灯裙，我就帮他拍了一张照片，但是我没有跟他说我是谁。钟义的老客户中有一个群体是来自海外的华人，身处异国，汉服的符号意味似乎更加强烈，而对于穿着的人来说，则更是家国情怀的骄傲。几年前呢，就有这样一件事情，新加坡的一位顾客就跟我们订了很多套汉服，记录下来他们整个结婚的那个过程，完全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习俗，怎么样梳头啊，把头发梳起啊，一梳白发齊眉，二梳白頭到老，全部是很傳統的。哇，这样子，这件衣服就真的是活了吗？民族服饰它的整个形制就像一块画布，它留给我们是非常广阔的创作空间。我们作为设计师，这方面可以更多的把我们的想法放进去，做出真正属于自己的作品，属于21世纪的汉服。如果有时光机的话，我可以把这件衣服带回去过去的话，可能当时的人看到了也会说，哇，这件服饰的纹饰好漂亮哦，好有新意哦，这是我想要的一种结果。对很多人而言，汉服或许是一个含义不明的过去时态，但在另一部分人心中，它是承载着复杂意味的符号。钟义说，过去9年，他仅仅是开了一个头，但他相信自己已在正确的路上。回首覆地，日月自我之间相好落，江海萧瑟，茫茫的天涯，
长满了何人的归路。天涯无涯，我是跨越无涯的一则传说。我是跨越无涯的一则传说。当我回首覆地，雾霾自我之间消落，江海萧瑟，茫茫的天涯，我尝满了人们的归路。